如果没有东大，我肯定是不可以在这里待3年。它其实没有说是很干净，经常在这里见到老鼠啊，感觉日本人越来越有歧视心理。我们身边生活的人里面，5个日本人中就可能有1个说我不想要外国人在这里。我觉得日本人本身其实也不想要这么安静，但是这就是社会给你的规训啊。中国也更多的都是女主内男主外，在日本这里会更严重一点，女性追求的就是平等。那如果可能搁到我身上，我可能是不愿意。高中移居澳洲，热爱自由，自认为不属于任何国家，是一位世界公民的露露，为了东大的金字招牌来到东京攻读博士。登陆仅半年，却发现在日本定居和旅游感受落差巨大。原本主修数字传媒的文科生，怎么会改变方向，钻进实验室里做学术和动物学研究？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嘉宾刚到日本半年的东大在读博士露露的对话。欢迎露露来到我们这次的录制现场，东大在读的博士啊，是的，25年的10月份刚刚才来的日本。对，那你目前为止是我们访谈嘉宾来日本时间最短的，刚刚6个月，就基本上一般来说刚来6个月都是在蜜月期嘛。所以说呢，我想问你一些普遍外界对日本的印象，看看你有没有相同的感受。stereotype、OK 是吧？第一个，日本的整洁清洁程度特别高。是有的，但我觉得也取决于，因为它没有垃圾桶。没有垃圾桶？对啊，它路上没有垃圾桶啊，就是它减少了让你从根源减少让你去丢垃圾的机会，你所有垃圾都要带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像中国，其实现在中国大街上面很多地方，像大城市上海、北京，有那么多垃圾桶的情况下，它还能保持还蛮整洁的。日本的确很干净，或者东京的确很干净，但是是在于一个条件上面的。这个条件并不是说像中国是有就是环卫工人的付出，这里不是，这里是减少人员开支，减少所有东西，它从源头把这个东西掐掉，所以让你没有办法才会变得干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它，其实我之前有去过大阪，它晚上非常的脏，非常的乱。其实人的本质，我感觉它其实没有说是很干净，它其实还有很多脏乱的东西在存在。而且我之前经常在这里见到老鼠，在池袋啊，或者是那个涉谷，有很多的很大的硕鼠类的，就是在那种什么自动贩卖机里面。在日本，其实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像鼠患这种，相对来说眼睛见到的可能是干净。但是 underneath it 不是那么干净，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日本人服务很热情，我觉得这也是相对的，也是相对的。对，就是10年前第一次来日本，我会发现，哇，他很有礼貌，你在银座买样东西，他要10里相送你，出来要鞠躬鞠到看不见你为止。但是现在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日本的服务人员也失去了之前对这样的礼貌吧。他会觉得，哎，反正你是外国人，反正你也不太懂我这一套。现在在那个 Twitter 上面，在小红书上面都会有说啊，感觉日本人越来越有歧视心理，他的民族还是太单一了，所以他还是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排外的这种心理。如果你来旅游 OK， 我赚你钱是 OK 的，但是你生活在这里，你抢夺了我的资源，你抢夺了我的很多东西，我就是不 OK 的。哦，就这个你其实上也有切身体会到吗？能隐隐的感觉到一些，因为像现在有很多的游行在那个西布亚那边，他会有一些就是反对外国人啊，或者是反对外国移民啊，他们是不愿意像是东南亚的人来这里工作的。但是社会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像是少子化，像是老年化特别严重，那基础的工作谁来做呢？可是他游行归他游行，他是一个自由表达的一个权利嘛，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人，那你就看支持率啊。像这一次的当选，高市的支持率还是蛮高的。我支持你，我就代表我支持你底下所有人的言行。至少这个党派的提出的 proposal 嘛。是的，那他底下很多人是不想要外国人在这里，或者是他说的是我不想要不遵守法律的外国人，但是会被人曲解成我就不想要外国人在这里，那他的支持率很高。那相当于我们身边生活的人里面，5个日本人中就可能有1个说我不想要外国人在这里。如果你再去想一想，其实很可怕的，你的实验室里面就7个人，这7个人中可能有1到2个人都不想要你在这里。但是对我来说虽然没什么影响啊，这是别人的国家，我也可以支持你的这个自由的言论。但是日本总体来说，它的经济靠国际化来去打造的，还需要多方的考量吧。因为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我明显能感觉到，没有这样子的排外，因为每个人都不属于澳大利亚，所以没有人能拥有澳大利亚。而这里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所以他们团结起来，对外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大的。人家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公共场合，比如说很安静，就不会打扰到别人，尤其是在东京。这是他们社会的规则。
确实很安静。然后你在列车上面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或者是你突然的外放，你都会觉得自己很羞耻。但是这就是社会给你的规训啊。同意这个是不是？同意安静，但是我觉得日本人本身其实也不想要这么安静。我的 lab 里面有很多同学，他可能是关系，也可能是这里的。平常没有规矩的情况下，或者是没有一个权威的代表出现的情况下，可能是比较吵的，大家是做自己的事情，也有外放，也有各种。但是一旦会有一个 authority 的出现，就会造成大家会开始默默的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声音。或者老师不在的时候，就有点像就是班级里面老师不在就吵得不行。然后他们的居酒屋你也知道就非常非常的吵闹。其实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两极，我觉得两面。他们压抑着的那些就是声音啊，他们会选择在一个更吵闹的地方把自己融进去。其实在中国或者在澳洲也好，每个餐馆其实都是有声音的，每一个车里面也都是有大家讲话的声音，这是你的自由。我能理解他想要安静，我觉得可以设置像这种什么几节quiet cart 这种感觉，但是你不要求每个人都这样。真的有紧急的工作电话怎么办呢？我真的要踏出这个车厢，我在外面打完电话，我再等下一节车。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不便的，但是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了。OK， 我觉得日本这个地方对旅游和定居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旅游的时候才是蜜月期，但是你住在这里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枯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你对他期望太高，因为你旅游的时候你的期望会拔得特别的高，然后结果你来这里生活了之后，你会觉得有一些很多不便的地方，他们有一些很死板的地方，就有很多这种规则上面的问题，比如说他这里换签证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换那个在留的状态，就登录那个在留卡。对，在留卡，我之前是留学的状态，然后如果我在实验室有了工作，那我的在留状态又要去改变，成为一个教授或者是有一个文化活动这种类型的，明明都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你还是要换在留资格状态。还有就是租房子，租房子里面，你要有手机号，但是有手机号，你的在留卡需要登录地址。是刚新登录的时候的那个所谓的手机和住址的死循环。对，就陷入这个就是 dead end，然后你没有办法，你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处理，最后还是求助朋友才能处理啊。你相比较澳洲会有很不适应的地方吗？刚开始肯定会有一点点吧，但后来还是能接受，因为这是别人的国家，你要接受别人的规矩。你未来要在这里生活3年，你必须要慢慢的开始融入他们。也不能说把你的所有东西你强加于别人身上，对吧？有没有什么你刚登陆的时候觉得很奇怪的、不可接受的，现在慢慢反而缓和了？好像没有。我觉得我一直对这个世界态度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就喜欢看一看，因为我这个人主体性比较强，别人做什么关我什么事，就是他想怎样怎样，然后我不会去 judge 他，我可能会自己心里嘀咕一下这是啥呀，但是我不会觉得不可接受。那你看你跨国搬家，澳洲搬到中国，中国又搬到日本，可能之后还要再搬回去。有没有说想找个地方就定居下来？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个体吧。所谓看似流浪，你也在体验很多东西，你也在吸收很多东西，而且只在一个地方的话，也会让你的局限性比较强。很享受可能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空空荡荡的房子，然后我们把它变得很满，然后我们再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再开始这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团体，我觉得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就是我觉得我在哪里流浪都可以。对于每个地方都不会有腻的这种感觉。進めることが困難な運びとなっておりまして。没关系，可以办。专治各种死规矩，鲜育生活，你的万能帮手。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学术的历程嘛。我其实跟别人来比的话，我的学术历程很长。高中去的澳大利亚，然后去的墨尔本，然后本科也在那里读的。我原来刚开始不是学兽医的，我之前学的是那个 digital media，就是传媒类的。然后后来读了半年之后，我感觉好像我不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然后正好当时我们在澳洲家里面养了一只猫，它从楼上掉下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可以为它做什么。如果我是懂得这个知识的人，我是不是能及时的对他做一些救治？所以我当时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可能想去读一个兽医。她说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做主吧。然后我就去读了兽医，跨度比较大。
然后研究生选择回中国读了研究生，因为之前我想做的是临床类的医学，临床类的医学肯定是更多的数据更好。那中国的宠物基数很大，养宠的人群也很大，所以比较想要在中国做这种临床类的，实操会更多一点。但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做临床有很多人比我厉害很多，然后，我们家养了小狗之后，我更多想要做宠物的。比如说营养学啊，或者是行为学的这个方面的研究。所以现在在东大读的也是行为学的这个动物行为学，是动物行为学。其实这种算是动物科学类的。我这个专业还是一定要读到博士会比较好，就是可能会比如说未来的找工作啊，还有前景啊，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不读到博士是找不到工作的？也不是，就是正常的找工作。但是我想要做研究员，我想要做一些，比如说一些大企业里面，肯定需要一个更好的 title。但是我不想离我妈妈太近，我妈妈在澳洲，然后我就没有选择去澳洲读博士。然后国内读过了研究生之后，我觉得可能整体的环境我不是特别喜欢。所以我选择来到日本，而且我之前本科的时候有做，日语作为一个2外，然后去学习了一段时间。哦，那申请那个东大的博士的话是日语还是英语？英语项目，对，但是英语来申请考试，但是进去之后所有的授课还有所有的跟老师交流都要用日语，目前还在学习。那压力大吗？还好，老师还蛮迁就我的吧，就是老师可以跟我用英语说，然后同学。我们实验室7个人，大概有2-3个可以用正常的英语交流，剩下的就是大家半听半猜，连笔带画这样。文科博士这里好像延毕的会多一点，但是理科博士3年到4年都有。我们的兽医博士是4年，然后动物科学是3年。目前我们实验室虽然钱比较少，只有老师自己的有一个合作的项目，跟政府去合作的，做那个害虫驱除。驱老鼠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但是目前我们实验室里面别的学生的实验没有办法落地到商业上面来。毕业了以后有想过就业的方向吗？想要去药企公司啊，或者是动物营养品的公司做研究员。就是你在哪个国家无所谓。对，就是哪里有机会去哪里。为什么单纯是为了逃离你妈才出来吗？因为就是不想要我们2个人之间距离产生美，不需要太近，就是1年见1次，1年见2次的话，就是感情正好，不然会吵架，经常会。还有就是我现在的学历或者是我现在的资历留在澳洲，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当初就是决定要读博士的时候啊，你是只申请了东大吗？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可以选。之前有选那个爱丁堡 Edinburgh University，申请完了所有东西交上去之后，有1个星期我在等结果的时候，对方跟我说这个项目是不申请给国际学生的，但是上面没有写。我说那你上面写的是其实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OK？他说他们忘记写了这种 type error 或者什么，很英国人。对，然后我想他们既然这样，那可能就没有缘分吧，我就选择来东大这边，毕竟有一些语言基础。或者对中国人来说，日语相对入门会简单一点。我主要想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掌握足够多的技能，日语也算一个技能吧。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作为一个女性，其实上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对女性特别友好的地方，包括电车里面的女性车厢，那你作为一个女性，有感觉到日本或者说东京对你的爱吗？还好吧。我们实验室里面就我一个女生。那别人也不会因为照顾我，就是怎么样，大家还是做自己的事情，会友好一些，但是不会因为我是女生，他就会给我很多特权，他可能会平等的看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女性追求的就是平等，但是如果到生育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实验室原来有个师姐，她是在博士的时候生了小孩，老师对她会比较格外照顾，比如说允许你可以在家里面工作，这种特别的倾斜也是取决于你是否在执行你的一些女性的事，比如说你是不是在生孩子，生孩子就是一个只有女性才能做的事情啊。那我的师姐她也为了小孩，她只能做那个 part time job，就是她只能在1周里面的2天去工作，因为剩下的3-4天她要照顾孩子。我问她为什么你老公没有跟你就是一起去平衡这个事情，她说她已经在平衡了。她说她觉得现在日本的男性有在帮助现在的女性。我说你这些过的都什么日子啊？就是你现在每周工作2天，剩下的天数你要放弃你自己作为就是一个博士，他是一个兽医学博士，比我还厉害很多。我觉得他是临床类的，你去其实照顾家庭，成全家庭，他其实他是愿意的。对，他是一个传统的日本女性，他是愿意的。如果可能搁到我身上，我可能是不愿意。
这块好像在日本的社会普遍还是默认了说女性承担所有，会多一点。我们之前出去玩或者是去买菜，一个女性或者是一个妈妈可以又推车又抱孩子，就是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然后就算去商场里面，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比如说妈妈和她的妈妈一起带着小孩在商场里面。文化的问题有一部分，因为日本之前还是有更多家庭主妇在现代女性觉醒之前，中国也更多的都是女主内男主外，所谓的这种社会规则在日本这里会更严重一点。我们之前家里面有个邻居，他跟我说过一件事情，他说很羡慕中国女性在结婚之后可以保留自己的名字，他们这里有冠夫姓，这个对中国其实很早之前也是冠夫姓，澳洲就是白人社会里面也是需要冠夫姓，他就不会喊你 Miss Wang 了，他要喊你丈夫的名字，对，他喊你 Mrs. 你是谁谁谁的太太，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讲的是女性不是谁的附属品，就是我就应该保持自己的姓，我自己是谁就是谁，所以那个阿姨很羡慕这个事情。日本我们知道它宠物产业是特别发达的，其实中国的宠物产业还在发展，而且现在很蓬勃，就是很厉害，现在算是新兴产业。而且我之前有在中国的一个宠物保健品公司上过班，他们这近2年的营收做得非常的好，所有的宠物用品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的，因为宠物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对，所以它的外表是让人喜欢的、可爱的，用户教育好了，自然就会有人买单了。中国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它的体系不够安全，我觉得。而日本相较于中国来说，它是发达国家，它在于宠物的权利。还有你如果是抛弃宠物，你会有怎么样的惩罚，或者是你虐待宠物，你有什么样的惩罚？你说就是保健品，因为宠物没有选择的权利嘛。对，你觉得人能不能给他的狗去进行安乐死？其实这个真的是要取决于情况。如果是到它不治之症最后期，它其实也很痛苦。如果按照就是这样的逻辑去思考下去，你如果不能给它进行安乐死，你要尊重狗的意愿。其实小动物的求生意志是非常强的，但是它也很痛苦，它很难受的。中间可能是无法进食、呕吐，甚至就是生命就是眼睛里面光就会消失了，就是这样。但是你说人如果不能决定，那人也不能为他决定绝育这件事情，人也不能为他决定很多的事情。在整个法律上面来说，宠物还是人的附属品。人才有决定权，法律上来说为他进行安乐死。但是也是因为人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动物，所以我们能去照顾比我们弱小的动物，我们会对它发自内心的想要照顾它，想要给它最好的。80%-90%宠主去选择安乐死的情况都是实在是两方都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主人也觉得让他很难受才会选择安乐死，我觉得他是有权利决定的，但是要基于一个合理的伦理上 OK 的情况才可以。自己其实上是有养只宠物狗，对，一只猫一只狗，从中国养的来日本，在研究生时候养。我还蛮好奇的，就是把宠物从中国带到日本，它手续繁吗？多少有一些吧，因为你需要给它抽血做抗体，因为日本是一个狂犬病 free 的国家，所以你就必须要在国内做好了这个抗体的检测，然后待机180天，在国内待180天，证明你的这个血清是 OK 的，然后你才能来日本。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隔离了。中国其实有很多的宠物医院是没有办法给你抽血清的，血清是代表你的血抽出来之后要用离心机离心了之后再把血清拿出来，这一点可能会难倒一大部分宠主。还有一些就是180天待机时间，你整个自己办下来可能3-5千人民币，但是对于有一些主人来说，我想要尽快的把它带过来，他可能会找一些什么中介啊，但中介其实就是套牌这个宠物的血清，那就会让有一些别的宠物没有办法进来。现在就是日本的海关已经出了条例了，中国经常进来的一个芯片的开头的比如说4个代码，就是以后会严格的管理，或者以后有可能完全不能让你进来。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节目的一贯的问题，虽然你才来了半年，我还是要问你，好，选择在日本生活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这里比较繁华，还有就是东京大学主要是我选择日本的原因。如果没有东大，我肯定是不可以在这里待3年。我能在这个环境中收获一些什么，我才会选择在这里住。比如说我在这里现在住着，我可以拿到我的博士文凭，我可以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让我的日语变得更好一点。谢谢今天的访谈。谢谢你。同样作为女性，我们前几期的嘉宾 OK 女士已经在日本当护士生活了4年。跟露露截然不同的是，她对日本几乎是100%的热爱和感恩。
我们接着看讨厌吴京、拒绝宏大叙事，在日本做护士的 OK 女士的访谈。